最近大家肯定都发现啊，东区上市的房子越来越多了，很多人都说啊，东区的库存可能要开始崩了。那真的是这样吗？有的就是谁来做人。大家好，我是你的麦克姐。那在上期的市场报告中呢，我们提到东区的库存相比过去一年呢，增加了接近1倍。但具体到哪些城市的库存增长最多，哪些城市的库存相对稳定呢？那我们对东区的20个城市进行了排名，研究了过去3个月，2月到4月库存增加最多的城市。今天就给大家分析一下，为什么这些地方会有这么多房子上市，这些房子到底是从哪儿来的。话不多说，我们现在就开始。那从数据中我们可以看到，在过去的1年里，几乎所有东区的城市的库存都上升了，并且其中有5个城市的库存月份翻了1倍甚至2倍。第一名呢就是 Woodinville。Woodinville 在过去1年里面库存增加了272%，目前 months of inventory 达到了3.6个月。一般我们认为库存月份达到4到6个月呢，就是进入了平衡市场。那 Woodinville 现在的库存呢，就是接近了平衡市场。Woodinville 的平均上市时间呢，同比去年增加了2天，现在达到了23天。那 Woodinville 库存的增加，我觉得有几个原因。首先是今年呢，随着南部商业区的建设我们可以看到这边多了很多新盘，比如说我们之前看过的 Murray Franklin 豪宅、DR Horton 的独栋和联排小区，以及他们现在新开发的一个商圈里的联排叫 Vineyard Creek。但这些新盘呢，占据了很大比例的库存。另外呢，就是二手库存的增加了。Woodinville 大家都知道是一个比较有名的酒庄城市，很多房子呢都有比较大的土地，房产中位价呢达到130多万。但 Woodinville 的通勤并不算很方便，加上今年呢又有很多2TO所以呢很多二手房呢上市之后就停留在市场上比较久，卖不出去。那随着库存增加，我们也可以看到 Woodinville 春季有1/3的房子价格下调，房产成交中位价呢也同比去年下跌了1.8%。第二名呢就是 Snoqualmie。那它的在售房产数量是从2024年4月的13套增加到了2025年4月的40套，增长了207.7%，也增加了2倍以上Snoqualmie 呢是伊萨库哈东边的一个远郊城市，环境非常好，同时靠近90高速，加上房价呢相对便宜，150万不到就可以买到一套3000尺2000年以后的独栋别墅，所以在远程工作期间呢是非常受欢迎的。但今年可能是受到 RTO 的影响这边很多人就开始卖房，也比较少人呢选择在这边买房，库存就大量增加。当然了，但目前这边的库存月份呢只有2.4个月，还是明显的卖家市场，平均房产上市时间呢也只有15天。虽然呢是有接近30%的房子在上市之后进行了降价，但房价中位数呢同比去年还是增长了7.8%。第3名就是 Boston。Boston 的在售房产数量是从2024年4月的90套增加到2025年4月的269套，增长了198.9%，接近2倍。库存月份呢也从去年的0.7个月上升到现在的2.1个月，平均上市时间从去年的16天增加到了现在的22天。Boston 呢因为房价相对 BRK 便宜，社区也比较新，还有大量新盘供应，是很多年轻家庭的首选地区今天股市呢对 Boston 看来是有比较大的影响，这里的库存从紧缺的0.7个月上升到了今年的2.1个月。当然了，2.1个月还是属于的卖家市场的那今年春季呢有34.5%的房子在上市之后进行了降价，房产成交中位价价格呢也同比下降了1.4%。第4名就是 Kirkland。Kirkland 的在售房产数量相对去年呢也是增加了190%，也就是接近2倍了那库存月份呢从去年的1.2个月上升到了现在的3.2个月，平均上市时间呢从去年的17天上升到了现在的24天。因为我自己就住在 Kirkland， 所以是可以明显感觉到市场的变化。那在新房市场上呢，因为现在 Kirkland 有很多的新的 cottage 以及高档的 townhouse 别墅，这些房子价格相对比较高。比如说Kirkland市中心附近一个2000尺的 townhouse 就要卖到200万左右。但是很多买家今年的预算呢其实是有所下调的，所以这些房子也在市场上滞留了一段时间，导致供应上升。那在二手房市场上呢，买家明显比去年变得挑剔了很多。在去年100到150万之间，这种独栋别墅在 Kirkland 那是非常受欢迎的，即使是硬伤房也是有人买的。但是今年呢，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有问题的独栋直接就没有人去看房了，即使状态价格都很合理的独栋也不怎么出现抢房。我们可以看到今年春天 Kirkland 上市的房子中有27%进行了降价，房价成交中位数呢是144.5万，同比去年增加了7.6%，这个还是有比较大的上涨。第5名呢就是 Carnation。Carnation 的在售房源数量是从去年的22套上升到了59套，同比增长168.2%。那库存月份呢也从2.3个月上升到了4.9个月，已经进入了均衡或者是买方市场的范围。很多人可能不知道 Carnation 这个小城这个是萨马米市东部的一个小城。虽然呢这里自然环境非常优美，但是因为距离主城区比较远，通勤时间比较长，
生活配套呢相对薄弱一些，所以呢对需要通勤的买家其实不用很大的吸引力。那今年这边呢有不少建商的新盘，所以说导致在售房屋翻番。那抛体全新联排只要65万起步，100万出头呢就可以买到2500尺以上 May 6的独栋。我们有客户呢还买了一套啊，价格确实是便宜，远呢也确实有点远。如果大家感兴趣呢，也可以去看一下。我们可以看到今年春天 Carnation 上市的房产中啊，有12.95%进行了降价，这个比例也比较低，可能是因为这边呢绝大部分库存都是新房，也不着急卖，降价比例啊是比较少的。那库存增加的前5名我们就看完了哈。其实从表格中我们可以看到，东区有很多城市，比如说 Redmond、Mercer Island、Bellevue、Newcastle、Duval、Sammamish， 他们的在售房屋数量都比去年翻了1倍以上，并且啊，这个库存目前还在增加中。那随着库存的增加，现在东区的买家有更多的选择权，甚至是议价权。那98004的几个豪宅区，像 Medina、Clyde Hill、Yarrow Point， 在库存变化上是最小的，因为这个核心的地区呢，就这么几套房。但我们也看到，他们的平均上市时间同比都是增加了不少，说明啊，豪宅市场还是变慢了很多。那如果您计划在今年卖房，我还有几个建议。首先呢，定价一定要贴近市场，别盲目跟风。现在买家选择多了，定价太高容易让房子在市场上挂太久，反而错失前2周最好的销售时机。你不仅要看附近上市的房子卖什么价格，还要注意周边类似的房源的最新成交价格，定价精准，加上一些定价技巧哈，才能吸引更多潜在买家。第二呢，是注重细节，给买家更好的第一印象。现在买家有了更多选择了以后，他们也会更加挑剔。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，房屋的第一印象就非常关键了。你一定要保证房子内部都干净整洁，还可以适当进行简单的装修和布置，让买家一进门就有想住这里的感觉。第三呢，就是多利用线上平台增加曝光度。那现在大多数买家都会选择网上看房，高质量的照片、视频在多个平台上的曝光，能大大增加房子的关注度。那我注意到呢，现在很多房东还会在小红书上放上自己的房子哈。那如果您没有线上营销的能力，也可以找一个在这方面比较有经验的经纪人进行合作，让他帮你进行曝光和宣传。那以上呢就是全部内容了，希望这些数据和分析能对大家买房或者卖房的决策中呢有所帮助。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城市的信息，欢迎点赞订阅或者联系我们获取更多的信息。我是你的Maggie姐，我们下期见。